大家好，那我再来进行讲解另外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叫做混合式课程设计及教学实施。好，那首先呢，我要讲混合式这个教学模式的简介。那到底一般我们在学术界或在教育的时候主要讲的混合式学习是怎么样的一个主要的结构？好，那我们呢来看一下。所以我就按照教育部他在规范这个远距教学的相关办法里头呢，把它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框架，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这样。那首先看到这个叫 blended learning， 那有人叫做 blended teaching 也可以。那这个 blended 就是混合式学习，那 teaching 就等于是一个教学。那这个名词是已经是被全世界都认可，那在学术界已经认可的一个名词叫做 blended learning。那各位就把它记一下，不要用什么 mix mix 的这样的一个名词，那甚至有人叫 hybrid， 那这个就比较不像我们学术界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理论里面的一个模式这样。好，那它主要呢包括哪两大部分？包括 e-learning 跟 c-learning。那 e-learning 呢，我们就统称叫做线上学习这样。好，那 C-learning 的这个 C 就是 classroom， 就是教室学习，所以你就把它记一下。blended learning 呢就是 E 加 C 两部分这样。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那这个 E-learning 呢又包括什么呢？包括所谓的同步跟非同步。那同步的英文呢就叫做 synchronous， 那非同步叫 asynchronous。那就加了一个什么 not 的一个字首，所以各位呢就把它记一下。所以这整个的一个架构，所以一般而言的话，我们在推这个远距教学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时候，就包括三大活动，一个就是同步、非同步跟这个面授。那教室学习就叫做其实就是面授，就面对面的这一个教学这样。所以这个就是特别就再重申一遍，就是这个 C-learning 它这个模式呢就是什么？就是传统的课堂的一个现场教学模式，那学生同时出现在教室内进行这个学习活动，就是这样很简单的规范。那这样的规范最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按照教育部还有包括这一个教学理论上面的这个用词跟用语的一个结构，那各位老师呢在规范你的课程或在写你的报告的时候呢，就会用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名词来呈现出来。那让我们的老师们呢有一个感觉有非常不错的这个教学素养这样的一个内涵的一个机制就是说让大家这个一起来努力这样。那好，那我就逐一把那个主要三个模型那这个模型我们叫做 model 或叫做 mode 这个都可以。所以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同步这个 synchronous 这样的一个学习模式，它就是定时不定点那的一个学习方式，老师与学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但可以在不同的地点进行这个学习。那这边就画了一个图，这个 speaker 或者 teacher你可以看到 around the world 不同的国家同时连线上来进行学习这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必须要有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同时上线。那目前我们学校所使用的就是 Google 的 Meet 比较为大众。那目前的这个 Google 给我们的使用的 capacity 是100人所以应该大概可以适用这个老师们的教学所以老师跟学生同时登入该平台就可以进行线上同步的一个学习。这个还不错。那另外一个非同步 asynchronous那它是一个叫不定时不定点，就是你可以 learning every time 跟 learning everywhere。那主要老师提供数位教材，一般我们叫做 digital content 或叫 digital material， 那学生可以在线上进行自我学习，那这个叫做 self learning。所以这个这几个地方就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学生进行 self learning。那它这个平台的话有一个学术的一个统称的名词就是说这个名词已经被学术界规范了，我们就必须 follow 它的一个讲法。它叫什么呢？它叫做 LMS， 叫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也就是说老师事先把教材 upload 到这个平台上面来，那 upload 完以后呢，学生都已经在这个平台上都有注册账号，
那他就会上网去这个 follow 老师的那个学习单的规范，去学习他要学习的这一个相关的进度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非同步平台的一个机制这样。好，那再来是 C learning classroom learning 就是说在教室内老师会使用 ICT 的设备，以提升教学内容的多丰富度，就是说多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媒体机制。那像说我们课程设计师在这边就画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图。那在这个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在这种比较好的教室完整的教室里头呢，学生可以使用自己的载具。那这个学生在打瞌睡，老师也没有制止他，有没有？这个课程设计师找这张图就很 Q， 有没有？那这个当然我们都有版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学生在用他的那个 notebook，那有好几位都用 notebook。那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用各种不同多元的教学，也可以用线上马上跟来秀他们相关的那些这一个多媒体，或者说引导他们去使用某个平台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跟那个学生这个用这个行动载具，那让老师同侪之间呢可以进行这个互动的讨论，那这个就变得非常棒。那这边还有一个 ICT 这个叫做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或 Communicative， 那这个一般我们还是会用 Communication 为多这样，那没有关系，这个那统称叫 ICT， 就是那个资讯跟通讯这个技术，用资讯跟通讯的技术怎么样呢？来强化我们的整个教学环境。好，所以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目前教育部规范的这个 blended learning 它的一个主要的结构。那所以呢我前面有讲过了。好，我们的知识有所谓的事实知识，所以这个题目呢就叫各位再复习一下事实知识，有没有？这个什么是 blended learning 的主要的3个 model 或 mode 都可以。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有流行 ChatGPT， 各位用 ChatGPT 问问看有哪些知名的 LMS。那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我们需要用的就是EcoStudent， 那主要它的背景的那个 LMS 是 Moodle。那还有其他的吗？那甚至也请你用 Google 去这个找一下这个同步的平台到底有哪一些这样。所以原则上我们就是说我们整个在推相关的这个教学那包括 EMI 一样那很多的 term 我就尽量让各位能够把那些专有的名词的 term 跟那英文的名词的 term 都把它学会。那学会的话，各位在写报告或写相关的这个教案设计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教育的内涵在里头这样。好，那这个单元呢就先到这边结束。